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Habiology 读占卜的频道。新年呢过去了，那么紧接来的就是百花盛开的春天。那么呢，天气呢也要渐渐的回暖了。那么这次呢，我们就来测验一下大家春季的运势是如何的哦。我把测验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测大家的3月、4月、5月的运势。然后呢，另外一部分是测大家的事业、爱情跟金钱的运势。那么呢，就像是前几个测验一样，请大家静下心来。那么我会放一段冥想的音乐，帮助大家选择。有4个选项，从左到右是1、2、3、4组。那么呢，请大家用直觉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牌卡背面的花色，或者是呢，从1、2、3、4中选一个号码。大家都选好了吗？那么呢，请各位直接从资讯栏跳到自己的组别，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说吧。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春季的运势。那么我们也像往常一样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是看大家的3月、4月、5月的运势，以及大家的事业、爱情、金钱运，分为2个部分来看。那么首先，大家的易经牌卡所抽到的是水风景。那么水风景从去年到现在呢，蛮多次都会抽到的。那么我想大家都还在这个选到这个水风景的朋友呢，可能都还在这个找景的过程哦。因为我之前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哦。那么大家的提点牌卡所抽到的是愉悦，再来是行动。那么月相牌卡大家所抽到的是狮子座的新月。他说呢，自信是通往成功的一个关键。那么这张的正念卡，他说呢，当你的心灵静止的时候呢，才可以听到内心的声音哦。大家的星座牌卡抽到的是火元素，它是渴望。那么大家的3月份抽到的是权杖1，再来是钱币8。以及钱币国王。那么这3张分别代表3月、4月和5月哦。那么大家的事业、爱情跟金钱呢？大家的事业牌卡所抽到的是宝剑5，那么爱情所抽到的是钱币1，金钱所抽到的是钱币7。那么呢，如果是有对象的朋友呢，大家的爱情卡呢抽到的是化学反应，在你们彼此之间呢有非常强大，像磁铁般的吸引力。那么单身人的爱情运势呢，你抽到的是需求。那么另外一张牌是冒险。纵观第一组的牌卡我们可以看见呢，未来春季的3个月，行动力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持之以恒的行动力。那么呢，大家的易经牌卡抽到的是水风景。那么这张牌卡呢，它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在关键时刻它出现了很多次哦。这表示呢，很多人还为着自己的目标在努力当中哦，兢兢业业的，一刻都不能停歇的呢，在凿着井水，希望能够吸引别人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或者是呢，能够让自己的家庭呢更加稳定，有一个稳定的泉源、水源可以供应自己的生活。那么呢，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呢，你的讯息其实是很统一的哦，因为在你的所有的牌卡里面呢，第一个呢，你的指点卡这个神谕牌有出现的这个动作，就是你要行动的这张牌。那么呢，你的很多的牌呢也都有水，尤其是你的易经的牌卡里面有水，然后在这个
神谕卡这个有海浪，那么这有点像是呢，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一直在等待一个正确的时机，就好像是呢，潮汐呢，它有涨潮也有退潮，可能过往呢都一直在惊涛骇浪，在涨潮当中呢，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岸边呢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呢，这张牌呢，感觉像是在远方呢，它透露出了希望的一个光亮。那么潮水呢，它逐渐的退去，退去之后所展现的就是左边这张一个喜悦，一个道路它出现了。而且这个道路呢，虽然前面是比较阴暗的，可是它通往了一个非常光亮的一个岛屿当中，就很像是在地球的表面哦，很多时候有那个岛屿，它在退潮的时候才有出现那条路。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的情形哦，台湾也有，日本也有。那最著名的就是法国的那个圣米歇尔山哦，它每年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呢，在退潮的时候走上那个岛。所以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在春季一开始呢，就要养精蓄锐呢，要开始进行自己可能筹备已久啦、沉寂已久，或者是想了很久的一些东西，把它付诸实现，要开始动起来了。那么，因为凿井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哦，你没有办法预期呢什么时候会凿到那个水源。尤其如果选到这组的朋友是要做一个单打独斗，是你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呢，时间当然就会再更久一点。但是好在这个月相卡呢，它出现了一个确切的时间哦。通常呢，人在等待了很久之后，或者是在等待，而且他的等待是比较枯燥无聊的时光呢，通常会消磨一些自己自身的意志。不过这边呢，他已经很明白的告诉大家说，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大家要开始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哦。这边是新月在狮子座，那么新月在狮子座是在今年的8月4号，也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个真正的机会点就会出现。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由于你前面几张牌都是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在夏天的时候呢，那个机会会真正的来临哦。所以春天呢，这段时间呢，就必须要不停的在打磨自己的技巧，打磨自己的创意或者是作品。甚至是呢，你要做一件任务之前呢，你必须要搜集很多的素材，才能够完成一件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时期，春季也是一个最好的准备的一个时期。虽然呢，难免会有怀疑自己的时候，但是现在就是不能够管自己心中一些杂念哦。他这边也有讲到说呢，当你的心智或头脑呢，它静止的时候呢，要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就是要听从自己的直觉。例如说，还要再做什么更加万全的准备，或者是要准备什么其他不同的事物呢？有时候要停下来想一想，再继续行动，确保自己的方向呢是没有误差、没有偏误的哦。那么呢，从这个塔罗牌卡的3、4、5月可以看出来哦，它非常吻合大家目前的一个状况。一开始呢是一个权杖一，就是有一个点子，有一个想要行动的东西，有一股内心的热情跟冲动呢，它要发芽了，它要冲到这个世界的表面之上。不过呢，在3月的时候，可能还在一个筹备孕育的一个状态。到了4月份之后呢，你整个月份都在精细的打磨这个你心中的想法，它可能是和金钱相关，也有可能和事业相关哦。虽然大家的5月牌卡抽到的是钱币国王，它非常的好，它代表了一种稳定、丰盛，而且充满了自信。那么呢，在5月的阶段呢，大家应该已经把这个狮子自信的能量给拿出来了。那么选到这组牌组的人，会有一小部分的人呢，会有一个比较奇遇。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创意跟想法，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打磨之后呢，突然这个点子，它有一种爆冲、一夜致富、突然开花结果的一种
比较大的能量产生哦，因为钱币八接到了这个钱币国王呢，它是一个极大的跳跃，而且呢，这个金币是往上的，往上了之后变成了一片灿烂的一个感觉，到了钱币国王的手上。不过这是比较少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的能量还是一个往上的、往上扬的一个状态，到达了钱币国王。那么钱币国王呢，如果我们以能量来看，以状态来看的话呢，它就是达到了一个很富足跟丰盛的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3、4、5月的重点就是选到第一组的牌的朋友呢，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呢，能够把它化为现实，而且能够孜孜不倦的一直在简化，在精炼自己的想法、作品跟任务，最后他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状态。所以春季呢，对第一组的朋友来说呢，不是玩乐或是休息的一个时期哦，必须要非常认真的把自己手上所有的能力呢，发挥到一个极致，去获取自己最想要的那个丰盛。那么呢，从大家的事业、感情和金钱运来看呢，这边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的事业呢，可能经过了一番争夺的雨过天晴的一个状态。虽然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不过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之前的一个争夺或战争当中呢，可能稍居于一个下风哦。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可怕，不过在这张牌当中呢，它跟传统的塔罗牌不一样的原因是呢，所有的人已经休战了，这已经是战争之后的一个状态。在斗争之后，所有的人都开始潜心的思考跟停止、静止，然后想着自己到底要什么。当然，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幸运的，与此同时呢，有一个贵人他出现了，他递给了第一组牌的朋友呢一个橄榄枝。那这个橄榄枝呢，它非常的新鲜，充满了光亮以及一种希望的一个氛围。所以，如果之前事业上比较辛苦的朋友们呢，在春季的时候呢，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转机，可能有一个机会进来了，一个贵人帮忙你了，等等。那么这时候就是要展现第一组朋友的韧性、毅力，跟要给贵人看这个你是非常认真努力的，你是值得这个机会的哦。所以现在就真的不是一个休息的时期。再来，大家的感情运势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由于抽到了这个钱币一，它代表着呢，大家已经不是在风花雪月的一个状态，而是认真的想着自己跟对方的未来，所以兢兢业业的要打造一个稳定的生活。那么钱币一就是两个人当中呢，已经比较不能算老夫老妻，但是已经稍微比较平淡一点，然后知道自己的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的基础，两个人共同规划，想要为自己的感情呢创造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那么单身的朋友呢，可能心思就会放在赚钱以及工作当中，会觉得拥有自己一定的经济条件是很重要的哦。由于这张牌呢，它有一点像是权杖女王，又有点像是钱币女王哦。在春天的时候呢，是一个最好把自己新的计划开始真正去执行的时刻，而且将来的收获可以预期是很丰盛的。再来谈到大家的金钱运势，那么在金钱运它是钱币七，它呼应了前面4月份的钱币八。传统上呢，钱币七它是停下来看一下自己耕种的方向、耕种的状况如何。但是在这张牌当中呢，这个人是奋力的在他的路途上一直浇水灌溉，一直看着这个玫瑰花的状态。那么他的感觉就是比传统的钱币七呢再更进阶一点，它已经非常接近钱币八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你看这个传统的钱币八跟这张的钱币七呢，他们都是埋首苦干，头都低低的哦，在做自己手上的事情。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春季的金钱运势呢，
就是要检视自己的投资标的，还有自己理财的方式呢，有没有在这个正轨之上。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呢，春季的运势呢，就和传统当中播种在耕种之前，你必须要把这个种子呢，等待它发芽的情形呢，非常的类似。而星座牌卡呢，就提醒了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要充满着热情的去做这件事情哦。大家抽到的是火的元素，它是渴望，从最初的早景，或者是等待潮汐退去，想要到达那个光明之岛，又或者是钱币7、钱币8的一个播种跟埋首苦干，这些都需要一个很大的热情去维持不断做下去的动力。再加上大家有这个权杖1哦，所以这个春季呢，可以说是行动力跟热情都是满载的一个状态，非常有冲劲，心态也非常的正向。那么我来说一下大家的星座有可能有什么呢？第一个火象星座非常的明显，尤其是狮子座，然后牡羊座和射手座。再来呢，土象星座非常的明显。那么钱币国王呢，它也是代表牡羊座跟金牛座，所以在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以土象跟火象为大宗。那土象就是摩羯、金牛跟处女座。那么钱币8跟钱币7呢，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处女座跟这个摩羯座的这个能量。再来呢，有一小部分的人会是风象星座的哦，不过比较少，它比较像是你的对手呢，可能是风象星座的朋友，因为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火象跟土象非常的重哦，几乎都分布在这2个元素当中。再来谈到大家的感情，大家的感情抽到的是化学反应哦，你和对方之间呢充满了热情跟激情哦，所以它也稍微符合了这个权杖1的一个状态，也符合了这个火象这个渴望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虽然2个之间是非常有火花的，对彼此的吸引力非常大，可是选到这组朋友很奇妙哦，这股热情呢，它化为的是一个实际的动力哦，它不像是很多人说说而已，或者是喜欢嘴上谈情说爱，这组人是真的会把对方，或者是会把自己的生活纳入对方作为一个考量，开始进行实际上说，以后要怎么在一起，在一起之后要怎么规划自己的理财，怎么规划双方的这个花钱的部分等等。甚至呢，有伴侣的人呢，已经开始在共同想说，是不是要购置房产，或者是要把薪水呢纳入共同基金来作为一个考量。实际上是不是要走到结婚这一步哦？这都是在一个准备期，而且是很实际的哦。但是对于单身的人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单身的朋友你抽到的是冒险，而且还有需求。所以选到这组牌，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可能脑子里面都在想要怎么样把这个小船呢，跟朋友一起呢，在趁着涨潮还是退潮的时候，看有没有机会呢，能够航向这个光明的岛屿当中。也就是选到这组牌单身的朋友呢，可能还在看看，还在跟朋友呢做比较多的交往哦。对于爱情这件事情呢，还没有很放在心上。对于建构自己的稳固生活呢，是比较在意的。另外呢，探险、冒险以及创业单身的人呢，会有五花八门的想法呢，想要去实践，想要跟朋友一起去游历世界。所以呢，对于感情可能还没有定下来的感觉。另外呢，选到这组牌的人也是比较注重，单身的人会比较注重自己的需求。会想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对象，我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对象，还在思考。甚至呢，之前呢会有一段感情呢，是因为对方实在是太过于依赖自己呢，所以对于感情这件事情呢，就会先放着，不是那么热衷，还在走马看花的一个阶段哦。所以总体而言呢，选到这组牌，而且单身的朋友呢，还在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就算是有短暂的对象，也没有特别想要定下来的意思。
总体而言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在春季的时候呢，是以正向的牌居多，而且在3、4、5月份的运势的牌又特别的好哦。那么一切呢都在自己的掌控当中，所以才出现了国王这张牌。所以在春季的运势算是非常的不错哦，请大家要好好的把握。那么以上就是所有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选到第2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春季的运势。那么呢，我们分为2部分来看，就是3月、4月、5月，还有事业、爱情以及金钱。那么首先我们会从易经牌卡来看，以及很多的这个提点卡、神谕卡。那么首先大家的易经牌卡所抽到的是择火格，那么神谕卡大家所抽到的是往前行，再来是真相。那么月相牌卡你所抽到的是要克服你的恐惧，它是天蝎座的新月。那么正向卡所抽到的是，他说呢，在心灵心智之外呢，我对于作为一个人的行事呢是有意识的哦。那么大家的星座牌卡所抽到的是，这张牌是月空王。那么大家的3月、4月、5月所抽到的是，第一张是权杖5，再来是权杖骑士，以及权杖9。大家3张牌卡全部都抽到了权杖哦。那么呢，事业、爱情、金钱，大家所抽到的是钱币10，以及圣杯皇后。那么金钱所抽到的是权杖5，又一张权杖5，两个不同的塔罗牌卡却抽到了同样一个权杖5。那么爱情的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复合，他说呢，在你过去的某一个人哦，会回到你的生命当中。那么单身的朋友的话，你所抽到的是尊重以及喜爱。纵观大家的牌卡，选到第2组的朋友，你的革新的这个能量呢，非常的强烈。那么呢，你可以看到这张易经牌卡，一个人呢举着非常大的红色的旗帜呢，旁边呢也有其他6、7个旗帜呢跟随着他哦。但是呢，这个感觉是想要当号召的人呢，是要当那个领导的人，还是说要当跟随的人呢？这张牌呢是有点看不清楚的。不过呢，择火格这张牌呢，它就是说要去除一个旧有的观念，要改变现状，因为现状呢已经无法维持了。因为呢，择火格的下一张易经牌卡就是火风鼎。那么火风鼎是一张3强鼎立开创的一个牌卡，它是一个要建立一个新秩序、建立一个新思维的一个阶段哦。那么选到这组牌卡的人呢，很可能是从第一组看过来的哦，因为呢，择火格的前一个卦象就是水风景，然后你们的牌卡的能量很相似哦，所以有可能你在第一组跟第2组之间呢犹豫不决，有可能。但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是在更进一步的哦，已经到达了必须一定要改变的时候呢，这是刻不容缓的一个时期，所有的能量都活动的非常的剧烈，因为呢，你有这个权杖52张，而且是2张的权杖5哦。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旗帜跟这个木棍呢，他们举起来呢，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它和宝剑5的能量不同，宝剑5是全面性的一个战斗，但是呢，权杖5它是一个大家都想当那个领导的人哦，当那个意见的领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你一言我一语的，不停止的一直在做一个口舌上的逞凶斗狠。所以选到第2组的朋友呢，开春一开始的能量会稍微的混乱，必须要捍卫自己的意见，
才能够在这场战争当中呢脱颖而出。那么神谕卡当中呢，它告诉你说要往前走，而且要讲出自己的真实。那么它和第一组呢真的有非常相像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有一条路要通往一个光明的地方哦。在这场混乱当中呢，最好的策略呢，就是讲出你心中所想的一个真实的状态。你看风吹草掩，这个大风呢，把这个树吹的都快要这样子弯折要倒了。但是呢，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不容辩驳的，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哦，它不可能倒的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这场的争斗当中呢，就是要站得住脚的方法，就是要讲出真相跟事实。那么目前的情况就是风向呢都不知道往哪里吹哦，不知道哪一个部分呢是真实的哦，大家最后统一的结果跟意见呢会往哪里走？但是人生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因此秉持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要说谎，将事实尽量的让事实浮现在这个眼前。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选到这组牌的人呢，就要克服心中的恐惧，即便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哦，也要试着将真相呢，堂堂正正的讲出来。所以呢，要克服自己的恐惧，据理力争哦。这可能对某一些星座的人呢，或某一些个性的人呢，是比较不容易哦。他这边说呢，新月是天蝎座的新月。那么我帮大家看了一下，天蝎座的新月是在11月1号。那么现在是春天嘛，所以到了秋天之后呢，这个情形大致就会底定，这个混乱的状态呢就会告一个段落，你就开始可以做真正下一个创新的事情，是在新月的时候开始。那么由于你抽到的是天蝎座的新月，天蝎座的能量是非常的剧烈的哦。所以在这场争斗当中呢，可能真的要花一些心思跟力气哦。尤其天蝎座又就是会遮人，所以呢，需要用一点策略，需要一点计谋。而且呢，可能大家在意见上呢，是想要置对方于一个比较不利的境地了，这个是很强烈的，这个情感的张力非常的大。那么选到这组牌的人呢，水象的感觉蛮多的，还有火象的感觉蛮多的哦。这边的这个正向的这个正念卡呢，提醒大家说呢，即便大家是想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即便大家呢在心中呢是有一个遵循的价值的系统跟信仰，可是呢，毕竟你必须要意识到自己还是身为人类，所谓人类就是有七情六欲，就是会有一些负面的，你不想要碰的，你觉得想要往美好的地方前进的时候，会遇到了各种情绪上的障碍，不管是别人的或是自己的，尤其有可能是别人所引起的，可是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做一个反扑，所以会产生了这个情绪的波动。但是呢，毕竟我们不是在一个什么极为和平的某一个什么宗教世界，大家都奉行着某一个一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信仰。所以呢，在大家的理想、价值观、宗教信仰，或者是捍卫的东西，或者是捍卫自己的利益的立场不同呢，所以呢，这场争辩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还是想要置身事外的话，那就很难达到改革这个东西创新的这个目的。可是呢，你如果要走出一个新的道路，往一个光明的方向，有时候那条路前人并没有走出来，必须要用自己的力量呢去开拓出一个路径，才能够通往这个你想要到的这个未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3月、4月、5月的整个能量。一开始呢，就是一个混乱的状态，权杖五，大家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哦，全部都挤成一团呢，想要对方听自己的哦。但是到了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情形会好一点。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会鼓起最大的勇气跟热情，去处理身边的事物，或者是说呢，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到其他的方面。那么前面讲到这场混乱的争夺呢，有可能是在事业上的哦，
但是我在这边看呢，很有可能跟家庭也有很大的关系哦，就是家族之间有着一个什么样的纷争。再来，也有可能是在处理金钱上的混乱是，你可能跟对方或另外一半呢产生了很大的意见的不同呢，想要优先的把金钱放在某一个事物上面哦，这会引起一个很大的纷争。虽然4月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哦，情绪很高昂，目标很坚定，而且带有无比巨大的热情哦。对于生活，对于自己的未来呢，都充满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想法跟态度哦。但是到了5月份，情形又回落到衔接到3月份的事项哦。你会想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坚守自己所拥有的事物。那么这一阶段呢，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是自己在一个看守的状态。由于呢是自己想要捍卫这样子的事物哦，人事物，所以在外界不看好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即便是再疲惫，可能是几天没睡了，或者是精神上已经不济了哦，但还是必须握着手上的权杖，以防外面的人侵门踏户，以防有其他的可能家庭之外的成员进到家庭当中，或者是说你事业哦已经做完了一个蓝图规划，有初步的一个基础，可是却空降了什么主管，或者是空降了什么，或新来了什么同事，想要分一杯羹。因此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就会分外的辛苦，想要捍卫自己从以前到现在兢兢业业辛苦的一个成果。那么呢，大家的星座牌卡抽到了月空王哦，月空王大概每2-3天就会出现1到2个小时的这个月空王的一个状态，就是月亮不在任何的一个状态当中。因此呢，选到这组牌的人呢的情绪就是会有一点停顿，走走停停的，有时候会觉得情绪高昂，有时候又会觉得若有所失哦。这样子情绪的紧绷、焦虑或者是不稳定，或者是有一个净空的一个状态哦，可能会导致，例如说睡眠啊，或是精神上的一个焦虑的一些问题哦。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就是要记得这些情绪都是很正常的哦，就是不用去过度的放大。而且你的人生呢，毕竟是一直不断的往前走哦，因为你的神谕卡也讲了，因此在这个空网，你会觉得有点消极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就要告诉自己，没有，我要站起来，要像这个权杖骑士一样充满热情哦。虽然这个热情可能会比较短暂，因为权杖骑士不是以耐性闻名哦，他可能会有一时冲动，就是一时热情。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就是要记得将改革的火焰，或者是之后想要创新，就是新月到天蝎座这个创新的能量要延续下去，就要加上不止权杖骑士的一个能量，可能一时之间的什么好玩，一时之间的热情，它会让事情起头很快。不过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之前的热情一下就散发出去了，一下都用尽的话呢，那么接着到权杖9这个维持这个辛苦的能量呢，就会有一点落差太大。所以呢，选到这组牌人要记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让恐惧这件事情在你的心中放大。热情呢，也要慢慢的一点一滴的释放出来哦，不要一下就像是火花一样，一闪就即逝了。那么再来看到大家的事业、爱情跟金钱哦，大家的事业呢，很有趣的是抽到了这个钱币十，它显示着呢，有可能目前呢，你的事业当中呢，是到一个顶峰，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而且它会一直让你进账。可是呢，我看到另外一部分的人呢，就是可能你的事业是以家庭为重，有可能你是在家里工作，或者是家庭主妇家管呐、或者是跟着家庭一起做一份家族事业。可是因为你的事业是抽到钱币时，它代表了这份事业或这份你在里面的这个工作呢，是金钱呢跟物质都很丰沛的。但是因为你又抽到了很多的权杖五哦，这个争夺啊，
争执的能量啊，所以有可能呢，选到这组牌，少部分的人会因为家族的财产造成了这个权杖五的能量，就是大家明争暗夺，想要去夺取更多属于自己的这份财产。尤其呢，天蝎座的能量，天蝎座是第八宫，它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是遗产以及生与死的状态。所以呢，你有可能在一个非常棒的、非常物质、金钱丰沛的环境当中，可是里面的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心思，导致呢有一些额外的争吵呢，即将蠢蠢欲动的即将要爆发出来。那么再延伸出去呢，有一些父母呢会为小孩的资源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尤其是如果家里的资源呢大概是固定的，可是如果你有2到3个小孩，有一个小孩呢，他可能他的才华呢是必须要送去国外的，那么如果送去国外，他就会占用更多的资源，那么对其他的小孩会不会是有点不公平呢？因此表面上看起来和乐融融的家庭呢，其实呢也可能因为呢父母想要把资源投注在某一个小孩身上呢，产生了可能祖父母父母之间的一些嫌隙，因为大家可能关爱的眼神呢投注在哪个小孩比较多是不一定的。再来谈到爱情，你抽到的是圣杯皇后这张牌呢，它对应了上面这张正念的牌卡选到这副牌卡的人呢，似乎呢对于爱情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美化跟想象，尤其这个圣杯皇后，它比较和传统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圣钵，这个西藏的这个钵在前面，然后他在冥想着，所以他在显化自己心中完美的那个白马王子那么有可能在4月份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会出现。不过呢，这个人不是圣杯骑士，他是权杖骑士他可能呢有一个一见钟情、一闪即逝的热情有时候呢，权杖骑士他也代表了某一个有吸引力的，但他是一个玩咖或渣男有可能。不过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一个美化爱情的一个倾向在里面，因为你抽到了这个很会同情别人、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的圣杯皇后。那么又由于他在冥想，他想着心中意念当中所显化的人，但是呢，上面这张牌很明显的告诉大家说呢，要记得你所想象的东西，它可能已经神圣般的存在了。可是呢，我们是人类。我们是以人类的姿态出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人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爱情呢，虽然呢是有蛮良好的一个状态，可是呢，它有一个过度包装的一个倾向在里面。尤其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这个牌卡当中没有抽到宝剑的能量所以在理性上面会稍微的缺失了一点你看这个人他已经有点对爱情举双手投降的一个状态，他不但自己会显化，但是呢，他对爱情对于一个热情的攻势呢，是一个很快投降的状态。因此选到这组的朋友，就是在春季的时候，如果有人非常热烈的追求大家，虽然真的很棒，因为很罗曼蒂克、很浪漫，可是呢，要多花一个心思想一下理性方面的事情就是2个人个性适不适合啦。家庭呢有没有差异太大啦，或者是说价值观上呢，并不是一开始的生理上的吸引力就可以化解原本就存在的鸿沟这些都是要稍微理性的思考一下。再来呢，财运呢又回到了这个权杖五这张权杖五就很像了泽火格的能量，加上3月份这个权杖五能量的总和因为你看这个人他手上这个火焰呢飘起来很像那个旗帜，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可能在金钱理财上面或投资上面呢是需要做一个总整理改革的时候，要将每一个花出去的钱跟赚进来的钱做一个审慎的厘清，再来有可能真的会和公司或是家庭里面呢有一个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是某一个什么所有物、所有权、财产要怎么处理，又或者是说公司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要不要在
多投注什么东西去做一个新的投资，或者是说要拔擢新的人到一个新的位置上，那么他会升迁，会加薪，这些都和第二组的金钱运有息息的相关。但是呢，目前的状态已经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金钱运上呢，可能要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改革，并且呢，接纳别人的意见，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捍卫自己的权益。在爱情上面呢，选到这组牌的人呢，有可能会面临一个复合的一个选择。那么以前呢的前任可能会回来找第二组的朋友呢，那么第二组的朋友就是要想想看，因为呢你的爱情抽到了，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圣杯皇后她是富有同情心，而且有一个完美化爱情的一个倾向，所以这个复合到底适不适合，对方有没有真的改过，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之前分开的原因它消失了吗？这些都要再做一个全盘的考量。那么选到这组的人也有可能，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会有新的人呢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而这个人会让你很有熟悉感。这种熟悉感可能来自于说，你们可能会喜欢同样的东西，常常不经意的讲出同样的话，思考的模式非常的相像，会让你觉得说你们两个之间可能磨合的程度是很小的那么单身的人呢的爱情运在春季是非常的棒的因为你会遇到一个很喜欢你的人而这个人呢，他是非常尊重你的，而且呢，他也有可能是从朋友转变成为一个爱人的状态。再来呢，这个人呢，他会知道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所以会避免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去避免踩到你就是内心的底线或者是地雷。因此，在春天来临的这个感情呢，单身的人会觉得有一份安全感，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他有一点呼应这个权杖骑士，因为权杖骑士其实是很会照顾别人，发动一个浪漫的攻势的那么选到这组牌的人，水象跟火象的能量非常强有一点点人是土象，不过不多，几乎都是火象，或者是说你的太阳上升火象但是金星月亮在水象这一点，就是外面是以火象呈现，但是内心却有非常的慈悲柔慈的那一面。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总体而言，这是一个改革的时期。春季呢，是一个捍卫自己所有价值观以及所有物的一个时期必须要跟别人据理力争。改革的路途呢，通常会比较缓慢，尤其是你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蜕变到另外一个状态它是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够继续到火峰顶的一个创新。希望大家在春季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以上呢就是第二组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春季的运势。那么我们分为两部分来看一部分是3月、4月、5月的运势，另外一部分是来看一下大家事业、爱情、金钱，把它分为两个不同部分来看，是用两个不同的塔罗牌抽出来的。那么也会用很多其他的易经牌卡以及神谕卡。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易经牌卡，大家所抽到的是择天怪。那么这个择天怪呢，有人留言说因为我之前有念择天诀，然后其实注音上面呢，就是国语词典上面是写怪，择天怪，可是它分为两个流派因为这个决的意思就是一个决断，它会用其他的字代替，然后那个字念决，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认为这个字呢就应该要念成决，因为它符合它这个牌意，符合它这个卦象的意思。当然，另外一派就觉得说，那就是字典都有，就要念择天怪这样子，那么都可以，没有什么对错。那么，但是因为避免大家误会那我们就统一一下念择天怪好了，这样子。那么，所以大家抽到的是择天怪。大家的神谕卡所抽到的是新的开始以及冒险。那么月相牌卡所抽到的是
北焦点，他说呢，要踏出你的舒适圈之外哦。那么正向牌卡你所抽到的是我听见并说出还有表达我的真实。大家的星座牌卡抽到了北焦点。哇，所以这组的讯息很明确，有2张北焦点居然重复的出现了。那么大家的3月、4月、5月的运势是，第一张所抽到的是圣杯2，再来是圣杯5，再来是钱币1，以及钱币骑士。那么大家多抽到一张牌哦，所以就是3月、4月、5月的能量的界限没有那么明显哦。那么大家的事业、爱情跟金钱运所抽到的，第一张是宝剑国王，那么爱情所抽到的是宝剑9，那么金钱所抽到的是皇后牌。那么大家的爱情牌卡所抽到的是前世的一个关系。他说呢，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呢，你们已经是认识对方了，你们之前就认识对方了。那么单身的人呢，你所抽到的这个恋爱牌卡是约会，而且这个约会可能是比较传统形式的哦。再来，你抽到了熟女，这张牌是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的感觉哦，熟女。纵观大家的牌卡，选到第3组的朋友，这个春天呢是大家需要比较注意的月份，因为它很关键哦。大家的牌卡出现了很多重复的讯息，它都指向了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意思。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易经牌卡，这张牌呢是择天怪。那么这边的怪呢，其实在古时候是决定、决断的一个意思。所以我刚才会讲说，有些人呢会觉得这个字应该要是念作决哦，因为跟它的意义有关系。那么这个决断和斩断的能量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可能会面临一些需要果断决定的一个情况和时刻哦。它可能涉及生活中的不同的面向还有领域，包括呢事业、人际关系啊、个人成长，甚至是恋爱方面的问题哦。那么这是一个需要拿出决心跟勇敢的一个时刻哦。那么就更需要冷静思考，要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抉择。不过呢，人的命盘当中或运气当中呢，在你吉星高照的时候，也就是在运气往上的时候，随便做什么决定，通常都是会正确的。那如果呢，你现在的命盘呢是一个比较低潮期哦，可能凶星聚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做选择就要万分的小心，因为呢可能80%的一个机会都会选到错的，所以你的运势才会是不好的。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时刻的时候，就要分外的就是小心，然后呢多多思考跟询问，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么决定了之后呢，当然接下来的就是突破还有变革，就是人生当中的变化。所以呢，也可能在这个决定呢做出之后呢，会经历一些很戏剧性的变化。那么这也是机会，但是也是挑战。那么我刚才也说了，这个决定呢是有关可能不同的金钱、爱情、事业都有可能。那么在这一组当中呢，是你可能选择的某一个，就会牵动另外一个。因为你的牌卡当中有圣杯2，也有宝剑国王在事业。另外呢，金钱呢，在你的塔罗牌卡当中有重复的出现。另外呢，这个改变很可能是选到这组的朋友，他是主动做一个环境上的改变，因为你的神谕卡里面有一个冒险，还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经常是一个地点的搬迁，例如说到国外发展，例如说到外县市发展，例如说呢，你重新转换不同的跑道，就是事业上等等哦。
另外呢，也有可能就是斩断，就是你可能纠缠已久的这个情缘，就是孽缘，可能斩断。因为这个择天怪有一个决断是斩断的意思，然后加上这个你有宝剑国王哦，所以选到次组的朋友，为什么说春天很关键呢？因为感觉像牵一发动全身，就是在事业、金钱、感情上面呢，你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之后，其他就会顺着开始变化。不过呢，这个变化是无可避免的哦，因为你的月相卡呢抽到了北焦点，他说要踏出舒适圈，很有可能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过往已经沉寂了很久的一段时刻，或是说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可能甚至爱情，不是自己的第一选择，不是自己梦想中的，而是稍微有了一个牺牲跟迁就的感觉在里面。不过，因为大家的牌卡当中，光是北焦点这个牌卡就出现了2次哦，这个几率非常非常的小，表示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这个春季呢，就是不能够再犹豫了，要开始往自己心中最想要的那个地方去出发了。北焦点是指你今生当中你的灵魂，这涉及了灵魂占星，你灵魂呢要去重塑自己，把南焦点过往的业力跟你最熟悉的环境跟最熟悉的能力，你要从里面汲取精华，把它当做一种养分，然后朝着今生就是上天赋予你的任务，真真正正的把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呢，开始要准备筹备，然后要开始去实践。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有可能呢，选到这组牌的人是，例如说牡羊座的，好了，牡羊座的个性呢，会稍微比较冲动，比较自我，然后有点我行我素，也会稍微任性一点。但是他充满了这个做事情的热情跟爆发力。但如果这样子的人呢，他的北焦点在处女座的话，那就会有很有趣的一个化学变化跟火花，就表示说他要开始把自己的才华跟能量转入于去服务大众，而且是要每天生活都很规律的做一些同样的事情，因为它是第六宫的能量哦。那他当然是不舒服的啊，会很难过，因为牡羊座和处女座是一个150度的一个存在哦，它是一个不是那么和谐的一个相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在服务人群的时候，或者是在考虑别人的时候会非常别扭，因为以往都是比较自我中心哦，我喜欢我爱，但是如果你要去服务人群的话，例如说一个牡羊座的人好了。他当上了律师，他现在要服务客户，可是呢，这个客户呢，他却没有打从心里很认可这个客户的表现啊、处事态度等等。可是呢，他也是要秉持着服务人群的一个心情，不管这个客户呢是富有人家还是出身贫穷，他讲话得不得体，修养够不够好。但是收了钱的律师呢，就要秉持着服务人群、服务客户的一个心态呢，去把案子给完成，想尽办法要把这个官司给打胜诉。所以呢，你什么时候会踏出你北焦点的那一步哦？其实跟你的星盘上的那个相位的位置很有关系哦。如果它是和谐的，你很有可能就很容易就转移到了这个梦想的方向。每个人呢，什么时候出发去北焦点呢？其实是不一定的哦。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很明显就是今年的春季就要开始往北焦点的方向出发了。那么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己的北焦点在哪里哦。另外呢，从大家的3、4、5月份的运势来看哦，这个决断呢，也很有可能跟这个感情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抽到了圣杯2，但是圣杯2之后又接了圣杯5，但是圣杯5夹在这个圣杯2跟这个比较正向的钱币侍者跟钱币骑士之间呢，它显得有一点突兀，它好像是感觉上是这个白色的这个背景当中落入了一个黑夜，那么很有可能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会稍微的还是留恋在过去的一个感情上的伤痛当中会觉得说自己
过往的感情呢有不如意的地方，那么对感情很失望，那么又进来一个新的人呢，会有一点忐忑哦，这个心情是上上下下的。圣杯二的出现呢，它除了代表爱情之外呢，它也代表了合作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当圣杯二出现的时候，它除了代表一段深厚的感情关系，它也代表了深刻的友谊，或者是一个长远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开始哦。总之，它就是跟别人呢会更紧密连结的一个合作。但是呢，圣杯五它是失望还有悲伤。那么圣杯五是要请大家呢，要学会释放过去的伤痛哦，要转向未来的希望，因为你还留有这个两个杯子是立着的哦，所以对感情虽然失望，但并不到绝望哦。对于跟别人的合作，或者是对于友谊关系等等，在接下来的钱币侍者呢，跟钱币骑士非常的正向哦，因为它代表着一个财务上的新的消息啊，你可能要学习新的怎么理财方式，还有去实践怎么样踏实的工作等等，所以这边就开始忙碌，要开始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技能哦。所以这边你的神谕卡也讲了这个新的开始、新的冒险哦。但是在这个阶段呢，物质层面呢就会很重要，因为大家开始学习，就算是有美好的爱情，也是要有坚固的物质的基础。那这一段时间就需要很多的耐心跟很大的努力，要为未来的稳定呢去奠定一个最巩固的一个基础。接着骑士牌呢，表示大家的成长速度很快哦。在4月到5月，马上居然进阶到了钱币骑士，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很聪明。那我们加上你抽到了宝剑国王，所以脑袋非常清晰哦，非常理性，就逻辑很好。就是当你抓到一个新的一个机会，或是找到一个新的理财方式，很快就可以上手哦，就进到了钱币骑士的阶段。那么钱币骑士就非常务实，但是大家要体认到钱币骑士呢，它的能量是非常稳定，但非常的缓慢，它有一个慢的可能性。但是呢，它虽然慢，可是它非常有责任感，非常坚定。然后对于自己的财务啊、事业目标等等呢，会一直盯着，然后慢慢的走过去。他不求快，也不求一个捷径，他就是很忠实的往自己前方的道路一直走过去哦。那么最后呢，在这样子优良而且耐心的态度之下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春天之后呢，一定可以取得这个实质上的一个成果。那么这4张牌呢，表示大家在春天的时候已经可以很务实的往未来走过去，虽然呢还有一点点失望、伤痛隐藏在这个心里面哦，不过现在是一个决断的时刻，你就是要挥别过去哦，新的更好的一个未来在展开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事业、爱情还有金钱运哦。事业上呢，大家的表现非常的棒哦，他是一个宝剑国王。宝剑国王呢，就是有可能签约的时候，可能签到一笔很大的合约，非常棒的条件，很快呢就可以洞悉别人的一个动机哦，所以是一个很棒的管理人才，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策划的人才哦。不过要提醒大家哦，宝剑国王呢，他通常是一个傲视群雄，就是自己是那个最优秀、很优越的一个存在。但是在这张牌上面呢，他是2个人在共舞哦，他虽然是一个近射的影像，但是这个感觉就像是圣杯二，在事业上可能要学着和一个跟自己一样优秀的人合作，这个部分可能是会发生的哦。那么和一个跟你一样优秀的人一起合作的时候，就是要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就是不可能去对别人颐指气使哦。这个合作的态度要拿出来。在感情上，大家抽到了宝剑九哦，宝剑九是一个休息蛮久的一张牌哦，所以选到这张牌的朋友，可能已经因为过去的伤害、伤痛，在爱情上的跌过跤等等哦，已经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抱持着一个随便的一个心态，就是一直处在一个不是很积极的状态当中。
可是呢，在春天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会开始发生哦，可能生命中会进入一个你之前就很久以前就认识的人，然后你们两个其实是处得很好的，或甚至是前世般的感觉的一个人会出现，让你觉得哦，这个人非常的非常的熟悉。搭配着圣贝勒来看呢，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很可能就会在春天的时候呢，和第三组的朋友呢，开始有些交流跟互动哦。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就是要看着自己剩下的那两个杯子呢，不要再留恋过去哦。如果新的人进来了，那么就大概春天就是一个苏醒的时刻哦。传统上呢，宝剑九是一张比较哀戚的一张牌哦。不过在这张牌当中比较没有这个感觉，他感觉已经才刚刚睡醒哦，本来睡着，然后睡醒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就是爱情上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的开始，甚至呢，或许这个人也会和你未来的这个使命，就是你人生的梦想有关系哦，因为你抽到了很多这个北焦点。再来，金钱上非常的不予匮乏，非常的丰沛，大家抽到了这个女皇牌。而且这个女皇牌呢，她心中那个亮点在心中，所以可以想见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梦想跟你的金钱是合在一起的哦。他感觉上呢，只要你下面有很多星球跟宇宙哦，所以只要这组的朋友呢，好好的想清楚宇宙交付给你的工作任务是什么，你的梦想。可以去查一下宫位哦，看一下北焦点在哪一宫，然后看他的星座宫位跟他的掌管的一个行星哦。之后如果我有空的话，我再来做相关的，因为这个蛮重要的哦，就是这是灵魂占星的一个部分。那么大家可以看见呢，这个女皇心中握有的光亮，她苏醒了，她把这个罩在这个头上的这个袍子呢给掀开了。好像这个女王呢，终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终于知道这个宇宙呢，这个人生任务赋予她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任务。再加上呢，中间的星座卡，它的北焦点，它也是一个亮点，在这个中央，这个星，这个人跟这个星，就好像抱着一颗很大的星，好像这个人终于苏醒了，而且它的颜色一模一样，都是一个非常闪耀、有个中心点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的财运和你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它是息息相关的哦。可能在春季的时候，大家会找到一个非常有热情的，对他非常有热情的一项事业工作，可能学到一门新的兴趣之后，可能可以转成一个正业哦，可能本来是兴趣，可以转成一个可以赚钱的职业哦。那么，如果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的心中热情呢和赚钱呢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哦。通常这样子的人命真的是蛮好的哦，因为在这个算命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优越的条件，就是你读什么，然后你可以靠这个赚钱，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可以靠这个赚钱，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哦。有些人可能喜欢是 A 东西，但他只能靠 B 赚钱哦。但是从这个整个牌卡来看，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你想要做的事情，你未来的方向就是有可能是赚钱的方向，所以它是相得益彰的。那么呢，单身的朋友或者是有伴侣的朋友哦，在春季呢，这个感情运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哦，因为单身能抽到这个熟女哦，这组的人呢是被重视的哦，是被爱的哦。再来呢，他是有一种灵魂伴侣的关系。那么又加上你这个浪漫卡抽到的是前世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灵魂伴侣可能在之前呢，你们两个就是相知相惜了，所以这是一段非常舒服而且非常熟悉感觉的一段关系。而且他这边还说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看起来春季的感情呢是很不错了，然后就会开始谈恋爱。虽然这个恋爱的感觉有点比较老派哦，所以可能是一段比较不是年轻的那种恋爱，而是开始有一些规划、有长远规划的恋爱。那么选到这组牌的人，可能年龄上呢就不会太轻哦，它不是一个浮动的爱，它是一个用一个老派约会的方式，两个人呢都知道哦彼此可能真的很适合对方，所以可能以后要
组建家庭要有物质基础等等哦，所以才会一下子从钱币侍者成长到钱币骑士哦。因此，春季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不管是在事业、爱情跟金钱上，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哦。会有一个以往你不曾想过、接触过、尝试过的新生活呢，开始展开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春季的运势呢，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是非常可以期待的哦。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往一个积极正向的方向走过去。那么以上就是第三组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选到第四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春季的运势。那么呢，我把占卜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3月、4月、5月，那么呢，另外一部分是看大家的事业、爱情以及金钱运。那么用两副不同的塔罗牌来抽出来的哦。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易经牌卡，大家所抽到的是风雷翼。神谕卡大家所抽到的是释放以及聚焦或者是专注。那么大家抽到两张月相牌卡哦，第一个是注意大的一个蓝图哦，它是射手座的满月。哇，你的讯息蛮一致的哦。这边是说有什么是你需要释放的呢？它是眉月。这组牌抽到比较多。在你的正向牌卡所抽到的是，我将我的思想，我将我的想法呢，和宇宙共同的合作。那么大家的星座牌卡所抽到的是天王星，它是天才。那么大家的3月、4月、5月的运势是圣杯1，再来是星星牌，以及权杖2。那么事业你所抽到的是宝剑3。那么爱情运你抽到两张哦，第一张是皇帝牌，以及命运之轮。那么财运所抽到的是皇后牌，你的爱情牌卡所抽到的是婚礼以及小孩。那么单身的人呢，你所抽到的爱情卡是真爱的哦，重视的哦。再来是庆祝。纵观大家的牌卡哦，选到这组的朋友哦，在春季的运势呢，可以说是很不错哦。首先呢，大家的易经牌卡抽到的风雷翼哦，这张牌呢是相互帮助、互助、互利的一个卦象。那么在自然界当中呢，风跟雷呢形成了一个雷厉风行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像这个牌卡上所画的，当风在天上吹过去之后，下面的这艘帆船呢就能够急速的往前进，所以它代表的事物呢可以很顺利的推动。再来巽卦代表长女，而正卦代表长男，所以一阴一阳互相配合得宜，也就是在一个相亲相爱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在这个卦象当中呢，不管是在感情或是在事业呢，都是利己利人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运势就会好起来哦，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卦象。虽然大家的易经卦象呢是抽到很不错的牌卡，不过在神谕卡以及在月相卡当中呢，都重复出现了释放的讯息。那么这个释放呢，在这个秋天的这个画面当中呢，看起来呢有一点萧瑟，但是又充满了一线生机的感觉哦。这个大树呢，它长得非常的茂密。那么因为呢，我们是在占卜春季的运势，那么秋季它已经过去很久了哦。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如果有一个过往你忘不掉的一个比较悲伤或者是哀痛的回忆呢，在春天的时候呢，趁着草木生长的时期呢，试着将过去的那个伤痛呢，轻轻的放下。
毕竟中间也经过了一个冬季哦，它的时间呢已经有快要半年了，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将过往不必要的重担呢给放下。那么大家的易经牌卡呢是一艘帆船，那么帆船呢要跑得快，要跑得远呢，它就要重量轻一点，风吹的时候才不会笨重的没有办法前进。所以呢，这时候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刚开始3月份的时候呢，就要学着开始排毒，甚至呢，要将冬天呢胖起来的一些身材呢，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正轨之上。过年吃太多呢，就要开始稍微有所节制，多吃蔬菜水果，这也是释放里面的一环哦。那么选到第四组的朋友，身心呢都调理的非常好之后呢，就可以开始专注在自己的目标之上。大家的牌卡很有趣哦，它从左边排列到中间呢是秋天、冬天，然后在春天哦。所以大家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已经思考到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目标工作，不过它看起来不是短时间可以达成的，它毕竟是一个崇高的高山峻岭。但是呢，现在风来了哦，大家进入到春天了哦，你看这个山呢，它的雪融化了，看起来也更加的可以亲近，甚至有风帮助你循着这个水路，你乘坐着帆船，可以更快的到达目的地哦。那么在接下来看呢，你就是要专注在这个更大的蓝图之中哦，你要看这个整个大局。它是射手座的满月，那么射手座的满月呢，它也是在春天哦。射手座的满月，它是在2024年的5月23号哦，是在这个春季的运势里面，所以在这个春季当中呢，你会经过一个自然的循环，经过了春夏秋冬的一个演变之后，开始了解到呢，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自己想要看到未来人生的蓝图是怎么样的，在这个春季呢，都可以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哦。因为它是满月，满月最终你可以得到一个结局，所以你会在心中得到一个初步的解答。然后它是在射手座，射手座又是第9宫，它代表着你心中的一个理想跟目标，就是这座高山一样。然后你又抽到了第2次的释放，可是这2张释放不太一样。在神谕卡这个大树的释放呢，它预示着比较像是身体上的哦，又或者是人生的一个路径。那么大树呢，经常代表着长寿跟健康哦，所以我刚才告诉大家说，如果身体上呢有什么觉得不对劲的哦，有什么需要多加调养的哦，吃什么维他命，多吃蔬果这些呢，都要去做，才可以养成这个像大树一样强健的身躯哦，才不会经常因为身体的状况而悲秋伤春哦。那么月相卡它的释放代表的是心境上的、情绪上的，要把一些负面情绪呢，以前呢记在脑子当中，脑海里面不愉快的事情呢，就是要宽心以待，让这些事情呢真的真正的过去。放下，就是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哦，因为接下来呢，你的某一些运势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哦，所以要专注在这个自己即将迎接来的好运上面哦。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个3、4、5月，首先大家抽到了这个圣杯一，因为对照大家的这个圣杯一，加上之后大家看到的爱情的卡片所抽到的牌卡，跟其他的浪漫卡跟爱情卡哦，这个春天呢的爱情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哦，很可能会像是玫瑰花开一般，或者是牡丹花开一般呢，会吸引很多人的注目。再来呢，也会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新恋情开始展开，而这个新恋情，它恰巧可以疗愈你过往的伤痛，甚至是过往事业不顺啊，或者是爱情看不对人啊等等哦，它都有一个疗愈的功能在里面。你们是彼此会带给对方一个很深沉的、很舒缓的疗愈。
因为风雷翼呢就是互相有助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组合。因此在这个春季可能会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恋情萌芽咯。那么这段恋情是充满希望的哦，因为你接下来是星星牌。这个星星牌呢，它在爱情当中呢是充满了一种理想性，以及充满了浪漫的氛围。你会觉得对方非常的体贴哦，非常的善解人意，甚至呢会觉得对方可能比你喜欢他还要多，所以是一个非常备受宠爱的一个时期跟状态。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呢，两个人可能很快就会规划未来哦，因为你马上又接到了这个权杖2，因此呢，这段感情可以说是进展的有点快速，因为它具有实质的情感，同时呢，它也有一个对未来的憧憬，并且还加上了实际上的规划，所以这个春季的感情运势是很可以期待的哦。但是呢，因为这组牌的感情运势非常的好，可是呢，事业上可能就会稍微比较不顺利，因为我们接下来看到的事业、爱情跟金钱的牌卡哦，你的事业运抽到了这个宝剑3。宝剑3是一张在事业上你可能会觉得受到打击的牌，例如说呢，主管升迁了别人，但是没有升迁你，又或者是说，在这个工作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哦，使你不得不停下脚步，先看一下现在的状况，要挽救一些可能很难挽救的错误。又或者是说创业，但是有点孤立无援哦，需要别人的帮助，例如说资金上的援助，或者是人才上的招募等等哦，可能都会遇到一些比较不那么顺利跟愉快的经验。可是呢，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契机，就是说，如果本来有另外一半，而且相处很好的，因为呢事业上的一个停顿或者是一个打击，反而让两个人可以很快的就进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因为是刚好可以做一个转换的一个时期。再加上第4组的朋友，你的爱情运势抽到了这个皇帝的牌卡，加上命运之轮，不但有这2张牌卡，而且还有星座卡上的这个天王星。天王星以不按牌理出牌闻名哦，就是可能上天会给你开一个玩笑，给你一个突然什么东西就把它弄没有、消失、急速的改变、剧烈的变化等等。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人，他突然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那这个人也有可能本来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因为你发生了一个命定的事件，所以呢，这个人就决定说啊，那好吧，我们就来结婚吧，好吧，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阶段吧，或者是好吧，你就跟我去某一个城市吧，就是会有一个选到第4组人没有想过的一个方式去铺陈出自己的未来。而且这个整个事件发生的一个流程，它其实是很自然而然的哦，因为你看这个皇帝，他非常轻松的坐在他的这个宝座上面，然后拿着一个像是蜡烛还是酒的东西，总之呢，他并不惊慌，他非常的有主控权。因此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可能就是对方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哦。他甚至会觉得，这个事情的发展很好，很顺理成章，感觉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一个安排。可能他本来还在想要怎么开口跟你讲说，可不可以我们2个分工合作？因为我想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可是我在外面工作很忙，可不可以请你照顾家里？那家里的工作也非常的重要。他需要一个安全感跟后盾，然后2个人可以互相互助合作帮忙，然后一起共度什么下一个阶段这样子。因为呢，选到第4组的朋友，你的金钱运抽到的是皇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一对。很有可能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虽然在事业上有跌跤的情况，可是呢，却因为感情的状态呢，自己却拿到了财务的主控权，甚至还怀孕生小孩，小孩还带财等等哦。这个春天的运势是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因为你有天王星又有命运之轮哦。
因此这个春季呢，就是要准备接受上天呢对第四组人一个完美的安排，而这个完美的安排会让第四组的人在金钱上呢得到了某种的安全感，甚至有可能呢因为怀孕呢，所以还得到了丰沛的金钱的益助，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备孕啊、待产等等。另外一个呢，金钱呢，它有这个皇后牌，表示说也有可能呢，很多人会在这个时期春季的时候孕育出新的作品。那个作品呢，将来会为大家带来很大的金流。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虽然呢主要的事业呢不是很如意，可是其他的部分呢却都好得不可思议哦。那么选到这个牌组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星座，有水象星座的，有水瓶座，有火象星座的，然后这个水瓶座的能量很强，以及牡羊座，还有这个金牛座以及射手座。再来谈到大家的这个爱情哦，已经说过了，大家的爱情的状况很好，尤其又抽到了这个婚礼，又抽到这个小孩。可是呢，可能要注意，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可能对象呢，他本来就有小孩咯，所以有一些事情是需要考虑的哦。但无论如何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爱情当中很容易会进到下一个稳定的一个阶段。所以这边就有两个情况，因为你皇后和皇帝都出现了，一个就是真正的就是要进入这个礼堂，然后准备要开启新的家庭，然后准备孕育小孩，所以小孩的议题很重要，甚至有可能是因为已经怀孕，所以呢赶快步入礼堂去补一个婚礼。另外呢，就是遇到的对象，就像是前面讲的哦，他已经有小孩了，可是这个在现代社会是蛮常见的。甚至是怎么样呢？对方呢，他除了喜欢你，但他也因为很疼爱的小孩，很急于帮这个小孩找一个爸爸或找一个妈妈，来完整他心中所设想的那个家庭的样貌。那么单身的朋友呢，感情运势也非常的好哦。他这边呢是庆祝，两个人呢手牵着手跳起了舞蹈，你前进一步，我前进一步，你退一步，我退一步，这就是有种互补的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对，天造地设一般。但是选到这组的朋友呢，在单身的朋友当中，要记得敞开自己的心胸，去接纳不同的人，因为我刚才讲过，这个对象有可能是有小孩的，所以呢，可能要稍微的思考一下。但是他又说这个是有点太过美好了。那么第四组的朋友呢，一定要保持着一定的信心哦。纵然可能对方有小孩，可是他其他的条件呢都好到不可思议的话，也可以纳入做一个考量跟考虑哦。因为呢，你下面又抽到了这个对方非常喜欢你的一个真爱，他是非常爱惜你的哦，甚至到了一个有一点迷恋的状态。那么这个非常呼应我刚才之前前面看到的，就是对方呢可能爱你比较多这件事情。那么由于呢，它搭配天王星来看呢，可能这个人他有点是在本来的第四组朋友的择偶的条件之外，可能第四组的朋友没有想过说自己会喜欢上这样子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你们看见彼此的时候就有一点一见钟情，可是又说不上来，它是一个很跳痛、很不可思议的一个感觉，这就是天王星的能量，它有一种电流在里面。那么加上风雷翼这张牌呢，这个组合呢，真的就是可以互相帮到对方，而且是一个天作之合。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你所有的这个好运看起来都点在这个感情上面哦，所以要好好思考一下春天的一些轻重缓急跟时间的分配，可能可以趁着这个春天呢，拨一些时间好好谈一场扣人心弦的恋爱。最后呢，大家的心灵牌卡抽到了，要用自己的思想跟思考呢，和宇宙共同创作。那么搭配命运之轮跟皇后牌一起来看的话呢，这感觉上是呢，上天可能会开大家一个玩笑，或给大家一个戏剧化的一个事件。那么大家呢，就要呼应这个宇宙的方式，呼应这个宇宙给你的一个惊喜。
去顺着他的惊喜呢，去创造自己的人生，甚至是呢会有这个小孩，或者是有其他的作品的展现，会有一个灵光一现的灵感呢，让大家创作出非常棒的一个作品，而小孩也是作品当中一个隐喻的一环哦。那么看起来春季呢，上天已经给第四组的朋友呢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去释放掉过往或者是太过沉重的东西，甚至在春天呢，也是一个很好开始培养运动呢，把身上过多的就是油脂赘肉通通甩掉的一个很好的时机，用一个美好的状态呢，去迎接一个新的感情。进到下一个阶段，或者是去孕育出非常美丽的作品哦。那么以上就是第四组所有的讲解，那么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